Marty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，每到一年快结束或者刚进入新的一年，网上就会突然多出一大堆的视频，通常标题是如果你想在2026年成为百万富翁，我会这么做。说实话，这些视频我也看过，而且我非常理解，设目标本身不是坏事，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内容从来没有认真问过，这个目标在统计意义上到底现不现实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所以今天这条视频，我想做一件事情，不鼓励、不打击、不喊口号，用真实的数据给在2026年成为百万富翁这件事情做一次现实校准。注意，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收入百万富翁，不是某一年赚到100万美金，而是净资产达到100万美金。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面，收入是流量，净资产才是存量。根据美联储 SCF 2022年的数据，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约为19万美元，而净资产大于100万美元，通常对应的是前10%到20%左右的人群。换句话说，百万富翁不是普通人努力一点就会达到的位置，而是整个分布在最前端的一小群人。我们先不谈论投资技巧，不谈你有多努力，我们只看两个变量：第一，你现在多少岁了；第二，你的净资产现在在美国财富的哪个百分位。根据 SCF 的数据，典型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是25到34岁，约为4万美元；35到44岁的净资产中位数约为13万美金；45到54岁约为25万美金；55到64岁约为36万美金。而即使是65到74岁，净资产的中位数也才是约为41万美金。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愣一下，因为我们的直觉是工作这么多年，怎么才这么点？太难了。但这就是中位家庭的真实起点。根据美国 SCF 的数据，百万富翁对应的差不多是净资产前10%到20%。如果你现在还在后50%，甚至后25%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跨越好几个净资产的分位段。这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，而是从数学和分布的角度看，在2到3年的时间尺度内，这种跨越几乎不可能。接下来是我见过最容易被误判的一点，很多人会说我的收入不低，我成为百万富翁只是时间问题吧。那我们直接上数据。根据美联储 SCF 2022的数据，收入位于80到90分位的美国家庭，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大约是79万美元，而收入进入前10%的家庭，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也只有95万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的家庭收入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前10%，也就是家庭年收入超过了22万美元，但典型家庭的净资产水平依然没有跨过100万美元这条线。这说明什么？高收入并不会自动把你送进百万富翁的俱乐部，因为在现实中，收入增长是线性的，税负是线性的，房贷和刚性支出是线性的，生活方式膨胀往往也是线性的。而真正的百万富翁靠的通常不是多赚那几万美元的工资，而是资产的复利效应加资产结构上的优势。如果你只记住这一条视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一部分，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资产结构。我们从3个角度来看差别。第一，谁真正拥有增长型的资产？在后50%的群体，拥有企业股权的家庭不到10%，持有股票的家庭也只有20%左右。而60%的家庭有自住房，资产几乎完全由自住房主导。而前10%、60%以上的家庭拥有公司股权，90%以上的家庭持有股票，这是质变，不是量变。第二，一旦拥有，规模完全不同。在前10%的家庭，公司股权的平均价值约为400到500万美元，往往超过了自住房的净值，成为价值最大的资产。而在后75%的家庭，要么没有公司股权，要么规模小到几乎不产生增长效应。第三，资产结构本身决定了增长性。后75%的资产结构通常是房产占总资产比的约为45%到60%以上，属于稳定防守型但增长缓慢。前10%的资产结构是公司股权和股票成为主导，
房产仍然重要，但不再是唯一引擎。这里非常重要的是，股票，尤其是公司股权，具备非线性的增长能力。所以，没有资产结构的升级，你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根本没有站在会拉开差距的赛道上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其实，现实中短期内净资产突然爆炸，几乎只来自3种情况：第一，创业成功，比如公司被收购或者上市；第二，极端高风险的投机；第三，非常规事件的发生，比如继承万贯家财。SCF 的整体分布告诉我们，这些路径概率极低，不可规模化，也不适合作为普通人的财务规划模板。好，那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问，那如果我现在离100万还很远，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想了？那当然不是，真正的问题不是年份，而是方向。下面分享新的一年可以开始着手的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从新的一年开始做一件可能成为核心 business 的副业。SCF 的数据非常清晰，后75%的家庭几乎没有公司股权，前10%的家庭60%以上都拥有公司股权。这说明什么？持有公司股权是门槛资产，你不需要一开始就暴富，但你需要开始做一件有可能在未来能变成可扩张、可复制、能形成股权价值的事情。方向对了，你就在前10%的世界里面了。第二，量入为出，这不是省钱，而是解放现金流。如果你的收入增长，但所有的钱都被更大的房子、更高的固定支出吃掉了，那你的资产结构是不会改变的，你只是在一个更贵的版本的后75%里而已。量入为出本质不是节俭，而是把现金流从生活方式里解放出来。第三，把可支配的现金流持续投向增长型的资产。这张图是更为完整的平均净资产的分布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前10%的家庭不是没有房子，而是有多个现金流和资产增值的引擎。不仅仅是公司股权价值很大，超过400万美金，退休账户、股票以及投资性的房产价值都超过了100万美金。所以，一个非常现实的结构升级路径是：股票加免税退休账户，加可扩张的副业，加投资型房产。第四，有意识地把资产结构往富人阶层靠拢。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：第一，我的资产是不是被自住房严重主导？第二，我有没有任何可扩张、可复制的资产？第三，如果我今天不工作了，家庭经济还能运转吗？如果答案基本是否定的，那也不要当做失败，而是作为起点的判断，然后开始调整资产比例。如果大家希望有一个资产结构的参考，这张图总结了各类资产在该分位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结构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所以，多数人一辈子进不了前10%，不是因为不努力，而是一辈子都在同一种资产结构里打转。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在2026年成为100万富翁现实吗？对于极少数人来说是可能的，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更重要的是：第一，看清财富的分布；第二，升级资产结构，这是核心；第三，别被新年口号带着跑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